一个 general 没怎么看 deep dive。其中一个 presenter 那叫 Holly 嘛，一个女生她 present 那个超可爱 Figma Make， 对，我觉得她的 presentation 非常非常的好看，她的 storytelling 做得很好，然后你就会一直很想要继续听她说话，她整个人也非常的有名。我是觉得这个 config 的 keynote 他们加了很多小巧思，比如说那个 Slack 响起，然后再让那个人走上来，就我感觉 replicate 很多工作中的场景，就还蛮有意思的。包括我记得两个 presenter 都叫 Tom， 然后他们两个有点那个小 beef 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Figma 的一个核心 make it really fun， 就比如说之前的那个 FigPower 什么之类的，蛮有意思的。包括 presentation 做的也很 engaging，就是真的是要用一些 real example，让你来 present。今年的就是发布，觉得好像 Figma 在尝试很多新的市场，就最火的就是说Canva， 然后 Framework， 就是不同的产品好像都在，然后 Illustrator 包括对吧 ？Figma 在尝试很多新的领域，但是我会觉得可能好像稍微缺失一点，就是它现在的这个产品的核心用户，他的这个体验就是好像他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提升最大 Figma 的用户，就是企业或者是已经有一个 design team 了，然后这些 design team 来用它的 tool，那它怎么样？它好像这个工具本身的提升，包括它之前尝试好像做 FigJam， 还有这个 Dev Mode， 我觉得好像稍稍缺失了一些这种部分，就是怎么样在它原本的这种赛道里面的优化，以及怎么样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产品。我觉得从 business 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也绝对是 make sense。能看出 Figma 的野心就是想做设计全生态，它已经不局限于 product team， 它想 involve marketing team， 甚至我在想以后还有可能什么 data science team， 就是所有就是有可能的这个 function， 它都想要把你 involve 进来。也是很多人说 Figma 要上市，所以我觉得它的 reasoning， 就比如说如果它把这个 editor 一直持续优化，其实从 business 的角度，它不一定能得到更多的 seats。确实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体验更好，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来，对吧？除非它又持续的涨价。但是如果它可以加更多的 marketing 的人进来，它就可以 add 更多 seats， 可能这是它的一个 growth strategy。对，所以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是解释通的，但是从我们的 day-to-day use， 我们肯定希望它能够持续优化这个性能，就是这个 editor 本身的性能。其实我很期待的一点是，我希望 Figma 能够做 PM 和engineer 的 tool， 就是我是觉得，尤其是从整个串子来说的话，那 AI 已经能够取代一部分前端的这个，其实有一些 dev tool 其实就非常好，我会觉得这个产品很容易就整合进 Figma， 就是你比方说 design system 怎么样，不光是设计到整个前端的这个开发流程，你甚至在 Figma 里面都可以 preview， 可以来更改的话，那就会好很多。我会觉得，就现在还是就是你 design 是 design， 然后 PM 好像在用一些其他的图，就比方说像Asana 呀、Monday 就有一些重要的 Jira 呀、Lucid Chart， 对，一般就是 FigJam 的时候，我其实挺激动的，就是好像在尝试一点 Miro 的这个产品，但是好像又有一点点停滞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刚刚提到 PM 挺有趣的，就因为 Figma 有 Dev Mode 了嘛，就是你做 developer handoff 的时候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可是我有听过一个 PM 跟我说，就是我很讨厌 Figma 这个 tool， 就因为每次 designer 就 deliver 东西的时候，他觉得 Figma 很难用，他没办法去理解这个 design 的东西。是的，我觉得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评论，就是因为 Figma 的 design file 有点像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canvas 嘛，然后他就。我觉得它太大了，我一直滑来滑去，我找不到点。对，我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找不到。我觉得 PM 的 logic 他们更像于就 Jira 啊、Asana 这种，就是对，很 structure 一项一项的东西嘛。Figma 就有点太自由，如果它能发展一个 guide PM 去看你的 design 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对，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这一部分稍稍有点可惜，就感觉好像他们突然一下换了一个赛道，就是好像突然一下从企业，包括就是大的这种 tech 公司，好像突然一下转到 small business freelance 这一块儿，
就是市场，但是我也会觉得它可能面临的竞争压力会很大，因为包括 Canva 呀、Framer， 其实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很久，所以它有很多丰富的生态。Figma 虽然可能资金或者是公司的规模会比其他大一点，但是依然是会面临这些挑战的，就是包括 Canva， 其实它和很多 marketing 的这种 supplier， 其实有很深的合作。可能要看吧，看 Figma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我觉得短时间之内 Figma 是不可能取代 Canva。我也觉得是。对，因为整个用户群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资源，这就是 amount of available template。Canva 已经做了太多年了，对，所以他们这个 Figma 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复刻。就是我也去试用一下，它也有在做 template， 但是还是比较 limited。而且我觉得非常的 Figma style， 说实话，就是你发现 Figma slide 的 template 都很 Figma style， 但它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市场的一个 style。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integration， 像你说的，和 supplier 可以直接一键发送，它就给我全部打印出来了。这个也是 Figma 可能没有办法去取代的。还有一个就是 content side， 因为有非常多的 CMS integration 什么的，他们有在想，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雏形。就像Figma这次的浪潮做了很多东西，让大家觉得哇，每一个都是 like 可以一个 product by itself，但是每个做的都不深。就好像像 Figma Slides 一样，也就是比较适合这种 small business。虽然我们在吐槽什么 Google Slides 怎么难用啥，但是你可能还是会用它。顶多是在 Figma 里面做个 slide， 然后再粘贴复制过去。就包括我影响我的 PM， 他现在也用 Figma Slide， 因为我们还是用 PowerPoint 嘛，很难用，很难去做这个 template， 或者很难去更改一些设计。就是我其实更期待的是他在就是这种公司就是企业级的这个应用上能够做更多 versus small business， 就是感觉好像他们在转。假如这个公司里面就有一个 designer，然后你好像能用这个 Figma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做很多不同的一些事情，感觉是他们好像突然一下转在这个市场。我觉得也不是突然，就有点像雨梅刚刚说的，他就是想要覆盖，就是所有人我都想要。暂时还在一个比较浅层的概念嘛，还不深入。就像之前聊那个手机市场，还挺喜欢我们以前那个各个品牌、各个公司都有自己那种百花齐放的感觉。虽然是很高效啊，就也是有这个需求，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市场是健康的，或者说更有竞争才有创新，对，有良性的，而且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你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产品，而每一个产品都在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现在好像就是从手机市场到现在的 design tool 或者很多创业型的公司，都是垄断汇总的这种一个概念。我觉得也是make sense 的，但总觉得好像也缺失了一部分的这种吸引我的点啊。当然题外话，但我觉得我们也有在 team 里面去聊大家怎么看这种一站式的服务、一站式的这个设计的技术。大家也有表达到，其实很多人在不同市场、不同国家，很多人是不喜欢改变的。哪怕 Figma 做了这些产品，他还是会习惯性的去用之前我的一个。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spreadsheet， 就 Excel 嘛。大家如果在企业里面，你们会看到，我觉得80%到90%很多的 tracking 依然是在用 Excel 来做，甚至是非常的 manual。我对于 Figma 的一个期待吧，因为它是基于这个 Open Canvas， 那它是一个非常 flexible 的 tool。那其实有很多的潜力是，比方说我怎么样去做 whiteboard 也好，就像 Excel 一样，你能够做很多的这个事情，对吧？那它其实我还蛮期待，就是说它能不能基于它的这个技术来开发一些工具来渗透在 enterprise 上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 perspective 会有一点 bias， 因为我们都是在公司里工作的人，对。所以说，但我会觉得，应该它的 revenue 大部分是，对，我觉得目前来说，应该是都是在 enterprise 为主。对。但是可能就想着怎么 expand 把别的。因为其实它 seed 蛮贵的 ，enterprise 的 seed 非常贵。现在好像比当年更贵了嘛？一年1000多吧，一个 seed 我记得是。我不知道具体的，但是我知道，左右。就很多公司会不给 developer access，因为 license 非常的贵。对。
developer 好像他自己有单独的seat， 就是你可以只买 developer 的 seat，但不能 edit 对吧？不可以 edit，对，developer 好像是可能20块钱左右，但是如果你是 editor 的 seat 就会非常贵，大概是我记得是 enterprise 应该是1000左右，真的还挺贵。当然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包括买了很多 enterprise， 它有很多功能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关于 data security 啊各方面的这么一个讨论。就今年4个产品嘛，对吧？Grid、Make、Draw 和 Grid 是一个，他把它拉出来单独做一个。我觉得有点牵强，还要叫它一个。我觉得它是为了做 site， 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 grid， 基于那 grid 才能把那 site 做 responsive design， 不然做不出来其他 grid points。对，我是觉得它确实比较适用于 site design， 那我们来做 product design 用这个的 case 不是特别多。确实我昨天试用一下，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好用的一个程度，还是比较 buggy 的。它主要也比较 rush，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欣赏Figma一点，它是有在听用户的痛点的。对，就是从刚开始可能没有 auto layout， 到开始有 auto layout， 比如说之前全都是打组，我觉得那是最痛苦的事情，真的 responsiveness 非常的差。然后到开始 introduce auto layout responsive design。然后到现在就是在level above auto layout 开始用 grid， 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更 flexible 的 layout， 它为的就是更 flexible 的 layout。我觉得 grid 还是对于 marketing website 的用处更大，对于产品的用处会少一点。对，是的。你们怎么看？就是这个 design tool 的迭代啊，就是我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好像每个这个 design tool 好像黄金期就是那么6、7年这种感觉，就包括 Figma 其实出来也并不久，对吧？包括像 Sketch 现在已经就飞到了，现在这一代是 Figma， 就不知道 Figma 会持续多久。经常我跟别人讨论的时候也是会聊一点，就是说，为什么 design tool 的这个大的这种迭代感觉还挺快的？就包括像之前从 Adobe 到 Sketch 到 Figma， 好像就是也就是这么就是很快的时间，就好像一代产品就完全落寞了。会不会这个区别在于，因为以前我们用的 design tool， 比如说 Adobe 啊、Sketch 这些，你都是有一个门槛，就你必须要买 license 才能开始用这个 tool 的嘛。我觉得就是会把某一些人挡在外面。但 Figma 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免费的 tool 嘛，就大家想要尝试去设计，或者是我想要尝试用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没有门槛嘛，你就可以去试用。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年代改变的其中一个点吧。对，它一个很大的创新是 bring design to web based。对，之前一定要下一个软件，比如说 Sketch 只能 run on Apple，那其实把非常多的这个 Windows user 就会 block 出去了。他把它搬到了 browser based， 让比如说 PM 或者说是就是你的客户，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design 是什么，他也可以上去 view， 就真的是打通了很多这种 software 的这个 barrier， 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Figma成功的一点。然后我个人还是对Figma挺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强的一点是这个创新的速度，就是一直在 hearing user feedback。就比如说最早，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痛点，它都改掉了，比如说那个文字的 preview 什么之类的，它是真的在听用户的痛点，然后他每天就是进到你的 design file 在观察，比如说我记得 Dylan 有说过，我发现你的 design files are getting really large，we're seeing those and addressing those。包括为什么他们做 slides， 也是发现大家都在用 Figma 做 slides，就是他是真的在去观察这个用户痛点，在持续创新，所以我会比较相信，我觉得Figma 不会轻易被取代。但是比如说一个 tool， 它真的在某一个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横空出世，能有 Figma 的所有的特点，又能在那个方面做的就是登峰造极，那我觉得 Figma 确实有被取代的风险。我现在看到的一个 risk 可能是在 design system 和 developer 打通这整一个结构上面，Figma 做的还不够好。我觉得好像这种迭代是也基于像雨梅刚才说的，就是在某个领域做了有8年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它是无法满足 user 的，或者说也是会有一些产品在这个迭代过程中的一些缺点或者一些弊端，那总有人可以发现这些点。我觉得就很简单，就像这个做网站的这个，比如说 Webflow 啊，最一开始我们说 Wix、Squarespace，
那我们那会儿毕业7、8年前、10年前，基本上都WordPress 更早的，然后慢慢的有 Webflow， 当时Webflow 好棒，后来又有 Framework 起来的又很快，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产品的更新的迭代是在每一个产品都会有一个点，它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没有一个 perfect 的东西。如果你要说基女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迭代或者产品的拓会变化很快，是因为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发现空间，那总有人也愿意去把这个东西去优化，那只要有人想要优化，那这个拓就会不停地迭代。我觉得 Figma 至少像雨梅说的这几年来讲，它还是一直想要去不停的去看这个抓这个痛点，那我觉得它的这个前景还是不错的。但如果一个 tool， 还有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做那个 prototype， 用什么 innovation 来着，不是也不行了。如果一个公司停止去发现自己的不足的话，或者停止观察市场，那他这个公司可能某一个时间的会有。我觉得可能也是基于一个技术，或者是有一点像技术性的这种突破吧。对。Figma 的话，它是基于 React 可以做成 Web-based， 可以做成这种以组件的为概念来去生成一个 Web-based 的 App， 对吧？那可能像之前更早一点 Adobe， 它是基于你必须是 frame by， 就有点像你是固定的一个页面 by 一个页面去做，对吧？这个概念还是蛮不一样的，对。基于这个技术的这个框架，我觉得它是受这个限制，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打破自己以前设立的这个技术的框架，来去做一个新的。不同时代的这个主流的技术的变化，也会对第三拓必然的一个更新迭代吧。倒不是他们没有做好一些事，只是技术的革新。包括像 Sketch 也是，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嘛，对，就基本每一年大家用的东西都开始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就很自然的会有新的迭代或者新的tool出来。而且我觉得也是会市场会更分散，就是人的创造性很强的，永远会分成很多不同的 group。那大家主流用的是 Figma， 但是永远会有一些更小众，它就是不用 Figma， 比如说它有更 higher level 的需求，就是还是看这个积累吧，因为 Figma 它现在市场足够大了，所以我觉得它短期内不会被迭代。但是比如说哪一天，我现在觉得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 prototyping， 因为 Figma 的 prototyping 做的确实不是很好。虽然说它在想用 Make 把更多的从一个 still screen 变成一个 interactive screen，但是现在确实是它一个很大的痛点。那比如说 Vibe Coding Tool， 它确实能代替一些，就是它非常的 interactive， 你直接就可以用，它甚至可以给你 integrate database。如果 Vibe Coding Tool 哪天能做到跟你的产品的这整一套逻辑 visual 会结合起来，那它说不定就可以代表 Figma。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前端这个确实，因为现在越来越多 AI，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这个 AI 写前端的 code， 现在准确率啊，包括你只要大概对前端的代码有一定的理解，是可以代替掉80%，我觉得是已经到这个程度，就80%的 code generation 你可以依赖于 AI， 然后你就做一些 review， 你做一些微调，对吧？也许未来就是更多的有点像这种，就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我就出我想要的 animation， 想要前端的这个反应，可能有一个full stack 的工程师把前端跟后端，就我觉得后端可能还是稍微难一点，就是包括你 database 还有这 API 的这么一些连接啊会难一些，但是这个其实能够打通的话，当然这个也回到 designer 的 role， 我觉得会对 designer 要求更高一些。对，学 code 的。想象一下，就假设未来你不会 code， 但是你画出来的东西，你想要它怎么样来实现，它就能够自动的有一套编码的话，其实就是很接近你所画的，就是你得到的这个产品。我会觉得更多有一个 talk， 我觉得听下来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当时 Dylan 跟YC 的 CEO 然后聊那个session，他就说感觉现在产品好像越来越多，甚至在产品里面可能很大一部分这种初创公司都在用 AI generated code。对，也会当时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是
说你看到有这么多 AI generate code，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效率提高了之后，那可有的工作会变少？就是你可能一个人可以取代原来3个人的岗位，但是他有提到一点，就是其实你去看现在大部分的市场，其实很多市场还没有现代化或者是软件化，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服务可以去做。就是以前工业时代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时代的时候，当初也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好多工作都没了。但其实你有些工作被取代了之后，你会开发了更多新的，人会创造新的工种。对，就是人会进步的嘛，世界也一直在进步。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些跟不上时代的人就会被淘汰。对，比如说原本有3个设计师，AI 可以干2个人的活，那还是要留下一个，对吧？那选择谁留下，就是那个会用 AI，对不对？很多时候人的一个怎么说进化也是被迫的。那你们会期待 Figma 明年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我会比较想看它的一个大方向，就是他们会选择再继续做新产品 expand 到更多的 verticals， 还是说深耕他们现在有的这些产品，在 editor 上持续进步，然后比如说把 Buzz 呀、Make 呀这些给它做到更好。我会比较先好奇它的一个 strategy 是怎么样。第二个是真的它能把就是他们的这些 AI 产品能做到多少，就是能帮我们提升多少效能，真的能帮我们付多少。特别我最期待的可能就是 Make，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说很大的痛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 still screen， 然后你要去解释这些 interaction 什么的，其实很费劲。如果它能真的把这些东西给连起来，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在 Illustrator idea 上面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包括尝试用 Lovable 啊，还有 Cursor， 我觉得更多的有点像他们在创造有点像 Dribble 这种，我好像有一个 fancy 的 idea 做一些 animation， 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把这个能够落地，我很希望能够看到，就是其实更实际的一些用处，包括能不能用 AI 做一些有点像 agent 或者是 automation 在这里面，对，我会觉得这个的话能够真实的提供工作的一个效率。是的，我感觉 AI design agent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因为昨天看到一个产品叫 Love Art，他们做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design agent， 我们还没有试用，因为它还在 beta， 但是它的 concept 就是真的是你告诉我一个 direction， 我们可以帮你 execute。大家都知道今年是 agent 元年嘛，感觉大家都在做 agent，but what it means in a design context，对，我觉得还挺期待，就是明年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蛮多 marketing agent 也挺多的，是吧？我觉得 Figma 比起像现在已有的一些 web coding tool，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已经有那个 context， 你的设计图已经在那儿，它不是在那里凭空给你创造。如果凭空创造的东西，你就是没办法落地的，对吧？因为它跟你的产品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对。但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这个产品在这儿，但是你需要它再帮你expand 一下，就是 gather 一些internet context， 那我觉得这就其实是 Figma 比起那些图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没有人 touch 的一个蓝海，就看它能做到多好了。